昨天一天时间的排位，一天拿下6次登顶，直接从大师0胜点打到了宗师285点。目前的排名在国服300名左右。在如此内卷的环境下，是做到了哪些细节才能这样轻松的上分？今天分享赤霄具体的实战思路，并且教大家一套核心的上分阵容7恶魔狮子狗，希望对大家的上分之路有所帮助。生于忧患，死于安乐。首先我们讲一下这套阵容的构筑，我们会在7级停留大部分的时间，递出3星的狮子狗和金克斯。7级可以直接开7恶魔的构筑，或者开出5恶魔3裁决的构筑。这两套如何进行选择呢？重点是金克斯的装备和伤害。如果金克斯装备少，输出不够，则用5恶魔3裁决的构筑，让狮子狗打主要的输出。如果金克斯满装了或者3星了，则可以换成7恶魔的构筑。这里有一些辩证的小细节：一，如果盖伦来了，可以换成2裁决，给狮子狗找战略改件，12减伤约等于5裁决，或者给金克斯找裁决改件，暴击属性约等于半个5镜。如果有3项赛的海克斯，在钱多的情况下，可以考虑追一个3星的维鲁斯，否则不考虑追。这个阵容的转职是很优质的，街头转可以直接在7级开出7恶魔2裁决的羁绊，而裁决转给到金克斯，由于裁决转现在自带的破甲属性，可以让金克斯的伤害变得特别高，后续还能开出5裁决来提高阵容的上限。这个阵容9级时的完全形态如图所示，后续可以补充火男和妮蔻的装备来提高质量。没有转职的情况下，8级要开7恶魔，上不了盖伦，所以盖伦得9级才能上去。我们继续讲一下阵容的装备选择问题。这套阵容肯定是优先抢狮子狗的装备，满足2件吸血装加1件面板装，出装有些类似于上赛季的史密奇。水银可以作为备选装备，但是夜刃和血手会比较差一些。对于金克斯而言，最关键的是无尽，其他的装备都有下位替代，比如没有青龙刀可以补蓝 buff 或者红 buff 作为启动装，没有青羽可以让妮蔻做薄幕补充破甲，羊刀、分裂、杀人剑则会是稍差一点的装备。妮蔻装备的重点是帮助团队补充需要的功能装，剩下的从肉装里捡破烂就行。奥文神器方面，反而是金克斯的魔运胜率最高，但狮子狗的战士神器也不差，大家可以按照数据表现选择合适的神器。光明装方面，光银血和光泰坦胜率都差不多，反而光正义是最差的。赤霄一般都喜欢给光泰坦，输出更高，更容易跳死后排。第3个环节想跟大家聊一下这个阵容的核心理解。这个阵容之前开高裁决是很弱的，但是开高街头的玩法一经开发之后就特别强。为什么呢？核心是将一个打爆发的刺客型阵容玩法演变成了扎实的前排肉柱后排打输出的阵容玩法。街头羁绊为狮子狗提供高额的血量和双攻，让狮子狗成为了一个能抗能打的超级战士，而后排又有金克斯和火男这样的输出作为托底，所以我们的打法也要围绕这2个点：一是让阵容变得足够肉，拿巨块这类的海克斯增加坦度；二是拿吸血海克斯增加狮子狗的续航，或者让阵容变得足够饱满，为副坦妮蔻和副 C 火男投入足够多的资源，而不仅仅依靠狮子狗一个人 carry 全局。我们来到对局分享环节。由于当前版本是一个赌狗占坑的版本，所以我们在打野怪的时候就可以关注一下其他人报了什么牌，特别是狮子狗和卡牌这2张牌，一般优先拥有这2张牌的人才有资格玩这个阵容。我们这把很幸运的有一张狮子狗，是有去冲狮子狗阵容的底气的，但与此同时我们也需要观察场外的局势，如果其他人强行要玩的话，我们还是尽量要避免和对方产生同行。想要上分就一定不能内卷赌狗阵容，否则一定会死得很惨。想要玩到特定的赌狗阵容还有2个小技巧：一是提前把装备合了，断掉自己的后路，告诉别人我就要玩这个阵容了；二是在自己的牌很多的情况下，点击自己的棋盘，告诉别人我已经有1到2张了，提醒别人尽量不要一起对冲。目前我们的装备报的还不错，拳套、魔抗、锁子甲都是狮子狗装备的配件，所以我们这里尽量往狮子狗方向靠。我们先刷掉重装转和不适合这个阵容的游神，刷出了2个比较差的海克斯，这个时候只能拿替罪羊进行保底了。一来替罪羊是一个经济海克斯，前期有一个经济海克斯，想要玩什么阵容都很方便；二是狮子狗这个阵容本身要的钱比较多，需要尽快3星，所以如果有机会玩到狮子狗的话，拿一个经济海克斯也很舒服。我们这里的装备不太好合，
并且没有确定阵容，所以一定是在下面混一混，能赢就赢，不赢就在下面攒利息，是一定不能拉人口的。这把游戏我们其实还用了另外一个比较有趣的技巧，软化敌人的怀柔法。我们故意在公屏上装可怜，问他要不要跟我们一起对冲，这样既能试探出对方的意图，又能有效的劝退对方。这个版本能玩的阵容比较少，所以在选择阵容的时候一定要有800个心眼子，这样才能为自己争取到最大的优势。在确定对方已经跑路之后，我们合下了银血，锁定住阵容。野怪环节遇到黑客球千万不要先捡，看一下旁边玩家血条有没有提高，如果其他玩家的血量提高了就不要捡，将这个法球一直放在地上，只要我们不捡，血量就会少10点，更方便我们选秀抢装备。狮子狗的装备里，赤霄认为双吸血是必要的，只有泰坦这个位置有可能可以被水银所替代，但是狮子狗如果没有泰坦的话，双抗会比较低，不太能肉得住，所以推荐最好还是带着泰坦。在大后期换成水银或许会变强一点，因为大后期的控制比较多。我们来到第2个海克斯，既然已经确定阵容，那么1和2都是很差的海克斯，装备收集器需要10个不同的装备以上才会收益比较高，否则就是很亏模的一个海克斯。这里新纪元也不太推荐能拿，因为如果拿了新纪元，我们就是2经济了。2经济在中期是很难走出一个不错的胜负关系的，持续的连败掉血会让抽3星的压力特别大，因为你不可能卡着利息再慢悠悠的抽了，而一旦开始着急想要找出3星，整体的节奏就会变得特别糟糕。我们最后选择了闪若精灵拿一个收集者，因为金克斯的收集者胜率是很高的，同时还能补充一下我们缺少的经济，方便我们更快的追出2个3星来。这里刚好能够解释一下为什么要有1到2张的基础数量才能去玩对应的毒狗，因为在有基础的情况下，你可以靠这些卡带着装备打工，而比方说这一局，如果我们没有这个狮子狗，我们中期的胜负关系就会一团糟糕。如果在8连败或者10连败的情况下去硬玩一套毒狗，很容易因为抽卡特别差，直接老8出局。选秀这里为了更方便的做后面的装备，我们选择忍痛拿下了这个眼泪，因为目前狮子狗少一个正义，金克斯还少一个蓝或者青龙刀，所以这个眼泪是非常重要的。我们这把的钱没有想象中的那么多，金克斯和狮子狗也没有对上对子，所以我们没有选择升这个人口，而是选择让经验自然过渡到7级，这样可以为我们省下更多的钱来去递2个3星。我们基本不可能在4阶段直接递出金克斯和狮子狗的3星，所以我们一定要稳住我们的经济和胜负关系，这样才能为我们争取到更多的时间。野怪这里我们开始递卡，留意一下裁决的牌和恶魔的牌，因为我们这把金克斯是有装备的，所以可以考虑在妮蔻和火男来了的情况下开7恶魔。4阶段刚开始是一个比较关键的节点，我们至少要递出2星的金克斯和2星的狮子狗，否则将持续的连败掉血。野怪这里爆出了青龙刀，但是没有爆出正义，这里的青龙刀是一定要做的，因为金克斯这2件装备就等着一个启动，如果把青龙刀合了，我们的正义要变得遥遥无期了，所以这里最好的选择是给狮子狗和一个双泰坦。但是双泰坦又有一个问题，那就是狮子狗的吸血不太够，所以最好在海克斯里给狮子狗补一个吸血，这样的话银血双泰坦的狮子狗也非常的有实力。这把应该可以算作逆风教学了，因为这里我们递了这么多的钱都没有递出来2星的狮子狗，其实已经很影响我们的节奏了。正常来说，我们这里递出2星的狮子狗还能一直吃50块钱的利息。我们来到海克斯选择环节，这里最好给狮子狗找一个吸血。我们刷了2下，刷出了满意的执法者。这里可能有的小伙伴会想去拿便携断炉，但这里是强烈不推荐的。一是便携断炉不一定能开出来狮子狗的好神器，如果开出了金克斯的神器，金克斯身上的装备要溢出，狮子狗还会变得很脆。因为这个阵容在之前提到，其实是一个前后排的阵容，所以不仅要满足后排的输出，前排的坦度，狮子狗的坦度也是至关重要的。4阶段基本上就是一路攒钱低排，没有什么多余的操作，所以有空可以观察观察场外的局势，多对一对位，特别是目前比较强势的4费卡猪妹，躲开猪妹就很容易赢下原本赢不下的团战。
目前我们的狮子狗和金克斯都满装了，并且做了一个重伤的日炎，所以我们现在缺的应该是一个薄幕进行破甲。但是这里明显贪了，拿了一个眼泪的阿罗拉，因为这个版本阿罗拉实在太抢手了，给任何一个对手都显得特别亏，所以抢下了这个阿罗拉来断别人的节奏。不过这也为后面合不出薄幕埋下了伏笔。这局游戏我们可以观察到，我们在4阶段的胜负关系还不错，总共是3胜2负。一是我们拿了2战力，并且狮子狗和金克斯的装备都是对的，所以我们的战斗实力不容小觑。二是这轮对局的城邦是黑客弹，有很多玩家会选择在有弹的时候进行摆烂，所以整体的强度不会特别高。野怪这里刚好没有爆出来薄幕或者青羽，我们缺少一个很重要的物理减甲。这里装备一定是优先给 Nico 盒的，因为1星的火男其实不太配吃装备，最好等他2星了再给他找装备。5-1这里递的也比较糟糕，3星的金克斯都没有递出来，不过运气很好，遇到了一家2星的卡牌，给我们缓了一波。这里黑客弹爆出了3件潘多拉的装备，我们就等着在备战席上慢慢变，能够变出薄幕就能把我们的减抗补出来。都急得快要搜哈了，还是没有找出来3星的金克斯。这里一定要稍微有一点纪律性，因为我们不是递到3星金克斯就可以停手了，我们还要再递3星的狮子狗。如果我们这个时候把钱全部递光的话，我们真的就要听天由命了。我们现在还有39滴血，还能稍微再输2波，所以千万不要一口气把钱全部冲掉。5-2又是运气很好，遇到了一家连败开弹的魔神，又给我们缓了一波。5-3终于找到了3星的金克斯，这里看到自己还剩下30块钱，感觉有机会把狮子狗冲出来，所以一下子就梭哈了。因为这把黑壳蛋城邦的原因，其他玩家的上限都很高，我们不能指望全部3星就一定能赢，所以能够早点3星留下容错，我们就尽量早点3星。毕竟我们现在才7级，没有给狮子狗开裁决，狮子狗开出裁决的羁绊之后，我们的阵容会变得更强。我们还在变薄幕，没想到野怪刚好出了一个薄幕，因为其他的装备都没什么好拿的，所以我们选择还是拿下了薄幕，这样就可以去合成其他的装备了。5-5我们终于递出了3星的狮子狗，狮子狗在3星之后搭配上7接头的高血量高双攻，直接变成了不死战士，就算被匣锁头也依然秒不掉，这也是这个阵容比高裁决强势的主要原因。卡牌犬作为和狮子狗犬同样高贵的犬，在3星布隆的后期甚至能够直接跟狮子狗掰掰手腕，我们这波也是没有打过对方，主要原因还是没有上8级开出狮子狗的裁决，伤害少了一些。野怪发的装备都特别的差，我们选择拿下狂徒给艾克增加一点坦度。到这里可以看出宗师局的凶残，因为我们这里只有12点血了，6阶段的基础掉血也是12，所以理论上来说我们只要输了就一定出局了。而目前场上还有7家一直赖着不死，可以说在高分局里，一波团的胜负就影响着你能否吃到分或者直接掉大分。这里8级成型了之后，因为装备分配的都很合适，所以就算是这家非常饱满的黄铜灯笼95，有着3星的铁皮，也依然被我们斩于马下。面对300层菜，双3星的直视堡垒，也凭借狮子狗的完美发挥赢下一城。
最后一波团我们灵性站位，避开了猪妹对后排双 C 的控制，有惊无险地拿下了这局游戏。近期会分享一些上分比较好用的阵容攻略，大家有什么疑惑也可以留在评论区里。感谢大家的收看，我们下期视频再见。